各位朋友啊，中国的电磁弹射航母之父是马伟明院士就是他力排众议，说中国的航母要用电磁弹射，结果呢，习近平主席亲自批改电磁弹射，中国于是福建号航母现在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达到实战要求的，美国的那个福特号不算因为那个电磁弹射器的故障率大概得30-40%，将近一半那根本就不能用。中国的福建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达到实战使用标准的电磁弹射的航母。电磁弹射之父马院士最近又提出了一个可以说是宏伟的计划，就是中国要造万能舰。什么叫万能舰呢？各位，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海军要推出万能舰、全能舰，目标是替代包括 052C、052D、055万吨大驱在内的大部分的主战舰艇，最终跟新一代大吨位的弹射型航母一同构成中国海上控制的基本力量。什么叫万能舰？当时不少人呢对马院士的这个天马行空的想象呢感到匪夷所思，但是电磁弹射系统的成功以及电磁轨道炮工程样机的出现，令人们觉得马院士所说的全能舰诞生的可能性正在悄然增长。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中国海军的全能舰呢？全能舰的概念呢，是美国海军呢正寻求大吨位的主战舰艇技术上的飞跃，从而塑造新时代的战列舰的效应达到让自己重返制海权的目的。就是川普不是宣布要造那个川普级的战列舰吗？因为战列舰呢二战以后不是被淘汰了吗？对于中国海军来讲，若想打破美国海军的这种战略意图，就要依靠可跟董王的黄金舰队的川普级战舰相对应的全能舰。马院士的全能舰呢，不是说什么活都能干什么任务都能接，而是搭载了多种能量型武器以及新型动力单元的全新战舰。早在2017年3月15号，马院士在中船重工的党组中心组就做了一场名为科技创新将颠覆的专题报告，详细分析了未来海上作战面临的挑战，并阐述了当前海上作战模式与革新的需求，应立足于即时打击、攻防一体、经济可承受性，还阐述了全能舰对未来海上作战模式的颠覆性、革命性的影响。由于是首次提出全能舰的概念，所以马院士的想法之大胆，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了不小的震撼。在马院士看来舰载的高能武器和全电舰船技术的集成创新与研制成功，将使单艘舰船实现系统防空、反潜和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还将颠覆现有的海上的作战样式。电磁轨道炮、高能微波武器、电磁火箭炮、线圈炮、激光炮等等高能武器，令单舰平台的整体攻防性能与持续作战能力都达到了大幅的增强。舰船综合电力系统的研制成功，又为高能武器上舰提供了充足的能源支持。基于此呢，马院士觉得全能舰在防空能力上应由3层组成。最外层200到600公里的圆形区域，全能舰能使用可重复自动装填的通用电磁发射装置发射反导导弹，实现点对点的防御。中间10到200公里的范围则主要使用电磁轨道炮实现目标的面拦截。最后10公里范围内，全能舰可利用激光炮作为最后的近防手段，拦下正准备末段突防的导弹。水下反潜与反鱼雷上，全能舰能利用电磁发射装置发射反潜导弹对潜艇进行攻击，还可利用电磁线圈炮对来袭的鱼雷进行
拦截。至于反舰与对陆攻击体系，马院士认为全能舰同样能做到3层火力圈，最外围的是600到1000公里的范围，所有处在该攻击范围内的敌人都会遭到全能舰通用电磁发射装置发射出来的远程巡航导弹与弹道导弹的攻击，而中间的打击区域范围到200、600公里，主要使用武器为电磁火箭弹，最后则是200公里的打击范围，仅用电磁轨道炮就可完成对大量目标的灭杀。那这个马院士畅想出的全能舰是一艘比055万吨大驱不知道强大多少倍的新水面的主战舰艇。那中国目前的技术水准能把全能舰给打造出来吗？全能舰最关键的技术其实是高能耗电磁炮、激光炮和舰船综合电力系统。有幸的是，中国目前在舰载高能武器和全电舰船技术领域均有不小的突破，为颠覆传统海战模式奠定了基础。舰船综合电力系统将互相独立的机械推进与电力系统合二为一，通过智能的电力网络为舰船推进、通讯导航、特种作业等任务所涉及的系统提供充足的电力，实现全船能源的综合利用。舰船综合电力系统主要由发电、输配电、变配电、推进、储能、能量管理6大分系统组成。相较于传统的水面作战舰艇，这种综合电力推进系统更加复杂，技术难度更高，但带来的好处也更大，既能够实现全船的能源的精确的高效控制，以及多种再生能源的灵活接入，有助于实现舰船信息化与智能化，还能给整船带来噪音低、船舱空间利用效率高、经济性出色、操控性好等特点。目前呢，舰船综合电力系统主要有2种形式，一种是美国海军的 DDG-1000 所使用的中压交流结构，另一种是中国福建舰使用的中压直流架构。不过美军似乎在下一代巡洋舰的项目里边放弃了自己发展多年的中压交流技术，转而采用了跟中国福特号相似的中压直流技术。虽然2019年美国海军就在佛罗里达大学进行了中压直流舰船综合电力系统的仿真实验，但其技术研究进展一直都落后于中国。中国早在2023年就率先提出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管理系统，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功的将该系统应用在大型航母身上了。而2020年的一篇名为《中压直流电力综合系统装舰的关键工艺》论文中，明确地提到了中国研发的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在性能与稳定性上比中压交流综合电力系统更具优势，为高能武器上舰创造了条件。如今6年过去了，再加上福建舰对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的运用经验，中国很可能已经完成并实现了全能舰舰船能源关键系统。这就意味着中国各项先进的能量武器上舰将不再是什么难题。实际上，全能舰的能字指的就是能量。全能舰的各项武器系统呢，都会以高能武器、舰载武器为主，如电磁炮、激光炮等等。目前呢，我国的电磁炮技术发展到了什么地步？知道的人肯定不会说，会说的人肯定不知道。但是通过上海机电工程研究所的相关论文，还是能够知晓中国在海基舰载平台与陆基地面战车平台的电磁轨道炮试验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新型的集成化发电技术、高温超导材料、高能量密度存储电容器等等关键项目的课题成果相继成功转化落地，逐步推动了中国电磁武器装备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了。不过呢，目前呢，电磁炮的炮口的动能呢，普遍在32兆焦左右，这也意味着
该炮只能将10千克重的弹丸以每秒2500米的初速抛射到150公里以外的地方，弹着速度呢能达到每秒1100米，撞击目标的动能呢在6兆焦左右，跟现在的化学武器相比呢有所提高，但远没有达到质变的那个地步。唯有让电磁轨道炮的炮口动能达到64兆焦，才具有相对于传统的化学能舰炮舰载导弹的显著的性能优势，真正成为一种颠覆性的技术。如果从这个标准来看呢，中国的电磁炮技术还需要时间完善和加强。而对于国产的全能舰来说呢，64兆焦电磁轨道炮的上舰会带来巨大的能源缺口。目前呢，核动力水面的舰载平台能够在不影响航行速度的情况下，满足64兆焦的电磁轨道炮持续高功率的这种电力的需求。燃气轮机其实也可以，但是会出现电力供应不及时，轨道炮射速变慢，性能下降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型舰用的核反应堆也是桎梏全能舰无法诞生的问题之一。不过呢，随着中国的国力的崛起，马院士的全能舰的设想呢，最终必定会得以实现。因为从2026年开始，海军的下一个25年计划就要展开了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着北边船厂里那艘满载排水10万余吨的核动力航母和继055万吨大驱之后肯定会有一艘令大家惊喜的能攻防兼备、性能实现大跨越的全能型水面舰艇的问世。一切技术基本上现在都已齐备了。中国的核动力航母完成之后，核反应堆装在全能舰上面，电磁炮、激光炮，中国都已经获得了突破。所以在全能舰面前，美国的那些老旧的航母马上就会跟盘菜一样了。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